签字，今天必须签。就这破箱，也配叫审计？守了3年破店，真把自己当沈家卓？你爷爷死了，我是沈家正房。你要铺子可以识相就滚，别在这碍眼。我不签你这份，铺子、箱柜、账本、旧香谱全给你。白纸黑字，审计一切后果自负，从此再无瓜葛。你这么痛快，你是不是早就想走了？我只带走2样，破瓦罐也当宝贝，穷酸命。随便拿，别后悔就行。审计，我走了。你们抢的是纸，我带走的是命。拍到了，这叫品牌升级，破旧立新。原来那块旧木板太旧了，不符合我们的品牌形象。爸，所有服务人员都已准备就绪，下午直接开业。5折海报贴出去没有？贴满了，整条街都知道审计今天重新开张。今天先把老街客流全抢回来，明年开连锁，后年上市。100年祖传秘方，古法荷香，全场5折。师傅，他们那排场，咱们连个招牌都没有，真有人来买？香不是靠灯牌亮出来的，可人家那边排队了。等风来。来，这款安神香牌原价180，今天开业5折，90块。闻一下就知道什么叫传承。好家伙，装修一下，这生意一下子好那么多，他真是没眼光。陈伯，老顾客上门了，来，您是懂香的人，给我们捧个场，怎么样？这可是照祖传香谱一克不差配出来的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安神香牌啊，祖传配方，一克不差。这不是香，是害人的东西。老头，你搞什么？我在审计闻了20年香，老审计的香是睡得着觉的，你这个闻的人想进医院。确实冲得很，闻完头疼。这味儿也太刺了，嗓子发紧。大家别听他胡说，这是国际香调，高端香氛就是浓郁，你们不懂？不懂？你们自己闻闻，这是沉香味儿还是胶水味儿？这香闻得我头疼，我要退货。我也退，这香点家里人还能待吗？对呀，是香味儿。不好意思，开业促销产品，按规定是不能退换的。你还有脸不退？老沈头要是知道你们拿他的招牌卖这种货，死都不瞑目。你不是说照谱子配的吗？怎么回事？是照了呀，一克都没差，我量了3遍。那怎么味道不对？我怎么知道？谱子上写什么我配什么，难道谱子有问题？谱子有没有问题我不知道，但老沈记的香从来不是这个味儿。你们抢来的东西配不出沈家的魂。你给我闭嘴！你算什么？你就一个喝茶的老头。师傅，他们那边好像炸了，真不过去看看？不用看，鼻子会替我们说话。小燕，这味儿……陈伯，那根是试的，真正的还没开。什么意思？师傅，现在开。现在开。这个味儿是老沈记。陈伯，第1支香给您。小燕，给我10盒。今天只有散香，还没来得及装盒。散的我也要，有多少拿多少。不可能，他明明什么都没带走。他那小摊子卖什么？就几根线香，那人怎么往那边跑？这味儿跟咱店里的不一样。他肯定藏了东西，香谱在咱手里，他凭什么做出这个味儿？排队，别挤，一个一个来。哪儿的味儿？审计，真审计。师傅，线香卖完了，安神香牌只剩最后12块。12块卖完，收摊。可后面还有几十号人，料不够就不做。审计可以少卖，不能糊弄。少卖不糊弄，这才是老字号该有的样子。别走啊，买不着今天的，明天早点来。哼，这样的店根本不是真正的审计。那边排那么长，咱们过去看看呗。看什么看？我花钱请你们来是站台的，不是给对面捧场的。
你这店连个活人都没有，我们站给谁看？今天流水多少？多少？退货比卖出去的多。他就一个破摊儿，连招牌都没有，凭什么？他一定还藏了东西。香谱在我手里，他不可能凭空做出这个味儿。那你说怎么办？他的货从哪来的？香材从哪进的？我得摸清楚。怎么摸？今晚我跟着他。师傅，今天卖了多少？您猜？不用猜，够明天进料就行。够了，还多，比对面那个旗舰店多。别比，跟烂的比，自己也好不到哪儿去。师傅，后面有人跟着。知道。那咱还往前开，要不绕回去甩掉他？不用，我去香材市场进料。喂，你之前说沈燕总在城郊找低价原料，行，我知道了。果然在这儿。别问，等着。可这不对呀，咱审计从来不用。我让你做什么了？那就站这儿别动。谁呀？大半夜的。买香精的。老板，你这最猛的合成香精还有货吗？进来挑，要多猛的有多猛的。拍到了，沈燕，你完了。这款一滴顶1斤，留香72小时不散，什么破料都能压住。多少钱一桶5升装300，量大250。来2桶。兄弟，丑话说前头，出了事别说从我这儿拿的。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师傅，你真买了？扔了？您好，我是沈燕，就是我举报的这家黑作坊。我们是市场监管局的，现在依法对你进行检查。门口监控都拍下来了，后续有需要我随时配合。浩哥，这味儿也太冲了，会不会出事儿？能出什么事儿？顾客要的就是一闻就上头，那种闻半天闻不着味儿的破玩意儿，才没人买。可这东西连个标签都没有。标签是贴给检查的人看的。把这批安神香牌摆到门口，挂牌子，买1送1，再把扩香机开到最大。我要让整条街都闻到审计的味儿。审计祖传安神香牌，买1送1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还是我儿子聪明，沈燕守着个小摊子，一天才卖几只。师傅，他们又坐满了，咱这边一个人都没有。急什么？他用那个破玩意儿真把人全抢走了。香味越冲，死得越快。照这个速度，1个月就能把装修钱全赚回来。爸，我跟你说过，商业拼的是脑子，不是什么所谓的古法传承。这个味儿怎么这么……浩哥，出事了！我眼睛疼，睁不开。这香闻着太难受了，你们卖的什么东西120说马上到。后仓的东西谁都不许碰，听见没有？完了，这下完了。谁是负责人？就是他卖的香牌把我孩子熏成这样。我是立即停止销售，所有在售产品就地封存，后库打开，配合检查。是沈燕，是他陷害我，那些香精是他先买的。买不买是你自己决定的。你胡说，你就是故意的。你们凭什么查？有搜查令吗？群体过敏事故，现场有人送医，我们依法有权当场检查。让开。这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监控拍得清清楚楚，这就是你，
初检结果出了，多项有害物质严重超出国标。不是，那是沈燕带我去的，我被骗了。沈燕当晚配合我们查封黑作坊，而你趁乱偷走了香精。你涉嫌生产销售违规产品，请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。沈燕，你故意的，这事没完，你等着。这是停业整顿通知，你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。80万，这是保守数字，你还有可能面临刑事责任。老板，刚才有顾客打电话来要退款，还要告我们。老板，收摊。去哪儿？审计不能一直在路边。师傅，门口排到街尾了，一个一个进，别挤。沈老板，全网都在传你的事儿，这家审计才是真正的非遗老乡吧？审计只是换了个地方活。那您怎么看那家店出的事儿？我只管做香，别人的事问别人。这就是传说中那只母香翁？看可以别碰。小燕，安神香牌还有没有？上回在摊上买的，我老伴儿睡得可香了。最后2盒，先敬您。你爷爷在天上看着呢，这店该你开。大家都来看，亲侄子发了财，亲叔叔跪在门口求他，他理都不理。沈燕，你出来说句话！长辈给晚辈下跪，他也太冷血了吧！叔叔都跪成这样了，你们赶走我师傅的时候，怎么不讲亲戚了？小孩子懂什么？大人说话，小孩别插嘴。小燕，血浓于水呀！血浓于水。爷爷下葬那天你做了什么？输错了。跪早了，账还没算。那今天就把账算清楚。第一笔，店铺经营权切割协议，白纸黑字，签名画押，审计老铺的经营后果由沈国良自负。原来早就签过协议了。那出事跟他确实没关系啊。他是你亲叔，谅解书你总能签吧？第二笔，爷爷病危那晚的账。3年前腊月29，爷爷脑出血，我给他打了46个电话都没接。我那时候手机没电。那同一天晚上，爷爷的明代同乡图、老陈香菜是谁搬走的？爷爷生死垂危，你却在当铺换钱。这事儿他怎么没跟我们说过？铺子和审计这块招牌都是我的，你才是侵权。你确定？我当然确定，房产证在我手上。那你看清楚，商标是谁先注册的？第3笔账，明天法庭上见。沈燕，你有种把门打开！铺子凭什么给你？凭什么？这种人也好意思要谅解书？刚我还替他说话，真是话说早了。走，别拍了，这事儿传出去，咱们也跟着丢人。我早说别来。你们去哪儿？你们借我的钱，我会还。还？你拿什么还？铺子还在，房产证在我手上。你那铺子谁敢接？至于钱，你慢慢想办法吧。师傅，他还没走，要不要报警让他走？不用，他自己会走。师傅，他说的那个谅解书，你觉得我该签？不该，我就是怕那些拍视频的人乱写，说您不近人情。我问心无愧就好。周律师，材料我今天整理完，明天递交。沈总，商标侵权加品牌声誉损害，索赔金额您定多少？该多少就多少，1分不让。那又怎样？我有房产证，铺子是我的。房产归房产，商标归商标。你拥有房产，不等于你有权使用审计商标进行商业经营。更何况，你经营期间使用3无化学香精，导致13名消费者急性过敏中毒，2人入住 ICU。该事故发生在你非法使用审计商标期间，严重损害了审计品牌的商业声誉和社会信誉。那是沈浩干的，不是我。切割协议写得很清楚，经营责任由你全权承担。你签的字，你按的手印，
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我方索赔金额500万。500万？你以为你抢的是审计，其实你非法使用的从头到尾都是我的商标，坏的是我的声誉。我没有500万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爷爷也什么都没有了，他连自己的铜香炉都没摸到就走。你们怎么来了？你还敢问我们怎么来了？我20万，他10万，老饼8万，加起来38万。你说投审计稳赚不赔，钱呢？急什么？等我缓过来，铺子还在。你自己看，整条街都在传，审计被查封了，你儿子进去了，商标还是沈燕的，你拿什么还钱？铺子是我的，房产证在我手上，我把房子卖了就能还你们。国良，我那8万块是我闺女的彩礼钱，下个月婆家要过定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个准。我刚从地上被抬进来，身上插着针呢，你让我先出院行不行？出院？你拿什么交住院费？17床家属，提醒一下，法院通知刚放到住院处，相关部门已依法对你的资产进行了保全处理，医保报销部分不受影响，但欠费部分尽快补齐。什么冻结？谁冻结的？听见了吧？资产冻结。你那房产证现在就是张废纸，想卖都卖不了。老婆，你接电话。号码已关机，您拨打的号码已关机。别打了，你老婆昨晚回过你家了。她回去干什么？卷东西，现金、金项链、存折，连你床头柜那块玉佩都拿走了。你们邻居半夜听见响动出来看，她拖着行李箱往楼下塞，看到人连招呼都没打，钻进出租车就跑了。不可能，他不会。不会，你儿子出事那天他就没来过医院，你以为他跟你是一条心？那沈浩的律师费，他留了没有？完了，全完了。沈燕，你给我出来！我请了律师。你那个破商标，我今天就让人撤掉。请了律师？哪个所的？我不是律师，我是他老乡，帮忙壮壮风势。沈国良先生，我是沈燕先生的代理律师周远明，这是民事4诉状副本和证据清单，请你签收。什么4诉状？你们告我什么？商标侵权加品牌声誉损害。胡说！审计是我沈家的招牌，我用自己家的名字开店，怎么就侵权了？审计香方注册商标，权利人沈燕。注册时间3年04个月前，你在老铺挂审计招牌经营香氛产品，未经权利人授权构成商标侵权。不可能！那老头子怎么会防着我？我是他亲儿子。因为他比你清醒。爷爷瘫在床上那3年，脑子比谁都清楚。他知道你迟早要回来抢铺子，所以提前把商标和香纹图案全部转到了我名下。各位竞拍人，本场第3号标的老街青石巷7号审计老铺，商业用服，建筑面积186平方米，起拍价400万。现在开始竞价。青石巷的地段是没得说，13个人中毒进医院，新闻播了3天，你挂什么招牌，人家都叫你劣质香糖。最要命的不是名声，审计商标在沈燕手里，你买了房子也不能用审计的名字，等于花400万买个壳，回头还得被人告侵权。那谁接？鬼才接。400万，有没有竞开人出价？你们倒是举牌啊！青石巷黄金地段186平，400万白菜价，你们怎么不举牌啊？沈先生，你是被执行人，不是竞拍人，请你保持安静，不要干扰拍卖秩序。被执行人自己都急成这样，这标的水太深，不碰。400万第一次不够，400万不够还债，商标赔500万，亲戚38万，医药费、律师费至少要600万才能填上窟窿。400万第2次。还有没有竞盖人出价？400万，最后一次。400万零1000。46号竞凯人出价400万零1000元，还有更高的吗？沈燕，审计商标持有人，他来接，这局就是他的。人家从头到尾就没打算让别人接。是你？成交，400万零1万元。46号竞凯人。从一开始，你就在算计我。叔叔，不是我算计你。是你太急着抢，房产证、香谱、旗舰店，你全都算好了。香谱少了3页，你没发现？切割协议白纸黑字，你没细看。商标在我名下，你没查过。哪一步是我逼你走的？爷爷下葬那天，你踹开审计的门让我滚。我问你，爷爷瘫痪3年，你们在哪儿？你没回答。今天我回答你，这3年我在给爷爷端屎端尿的时候，顺手把商标、把香谱真本、把母香全部收好了。你连亲叔叔都算？你抢我铺子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我是你亲侄子？手续在这儿，尾款今天转。你跟着我出来干什么？叔叔，戏唱完了，有些事儿该说清楚。
你什么意思啊？爷爷下葬那天，你拿房产证踹门进来，逼我签切割协议。你以为我是认怂？那本谱子，爷爷活着的时候就撕掉了最关键的3页。养母箱的问度、湿度、菌群、北壁全在我脑子里。你儿子照着残方配出来的就是化工厂的味儿。你故意给我们一本废谱？不是废谱，是考卷。你们答错了每一道题。黑作坊，那个黑作坊也是你安排的？我走了一条路，你儿子自己跟上来的。我买东西扔了，他买的东西拿回去倒进了香泥里。13个人进医院，2个进 ICU， 是他亲手干的。你赔不起500万，老铺被法院强制拍卖，名声臭了，没人敢接。你知道为什么我出400万零1000？因为只有我敢接。商标在我手里，母箱在我手里，老顾客在我手里。这个铺子离了我就是一堆砖头。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我是你亲叔叔啊！你抢我铺子，逼我走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你是我叔？我是你爷爷的亲儿子。亲儿子，爷爷瘫在床上3年，屎尿都是我擦的。你在哪儿？你儿子在哪儿？铺子要抢，陈家料要偷，铜渣壶拿去当铺换钱。你当的哪门子亲儿子？装修是你花的钱，但审计的根是我和爷爷守了3代守下来。沈总，拆哪部分？全拆，一根灯罐都不留。沈总，挂新的？挂旧的。这才是老审计该有的样子。审计回来了，回来了，真回来了！爷爷，审计干干净净回来了。师傅，你爷爷要是看见，肯定高兴。老审计的味儿。审计香方，今天开业。一个一个来，别挤。安神香牌，每人限口2盒。小伙子，我从隔壁市开车过来的，2盒不够啊！规矩不能破，师傅定的。真的假的？买个香还限口？你刚来的吧？审计的香上礼拜就开始抢了，来晚了连门都进不去。老板，安神香牌卖断货了，现香还剩30盒，香囊1个不剩，补货吗？不补。可外面还排着几百号人。今天的母香引子只够做这些，多一格都是糊弄人。师傅，有个客人说愿意加3倍价，要20盒安神香牌。审计净讲价，不加量不偷工，卖完了就是卖完了。可那是大客户，大客户小客户烧的是同一炉香，审计可以少赚，不能坏了爷爷留下的东西。谁的车挡路了？这停法不像来买香的，让一让。你推谁呢？我排了2小时。让你们老板出来。审计的规矩，谁来都得排队。老人家，我买的不是香，是这家店。师傅，外面有人找。沈燕，你谁？顾景川，鼎盛资本。你这条街的香我闻了，确实是真东西。一天卖断货100万流水，靠一只破陶瓮和一把刻香刀，有意思。有什么事儿说。沈燕，我给你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，我不绕弯子。我愿意投资审计，帮助你把品牌做大做强。我们可以谈一下股权合作的事情。你继续做香，我负责把审计铺到全国。看一眼，这笔投资能帮你快速把品牌做大做强，实现全国连锁。审计不卖，母香更不卖。你知道我查过你吗？3年伺候一个瘫痪老头，被亲叔叔连铺子带香谱一把抢光，蹲在马路边摆地摊儿。现在刚翻过身，就觉得自己能扛住所有事了。你查的不少。我还查了你这条街的租金，你的香疗供应商，你每个月的水电煤。沈燕，不和我合作的话，这些人都不会和你合作，所以你来替我保。不是替你保，是告诉你，要么我保你，要么别人拆你。这行里手艺再好，没有资本撑着，3个月就能让你关门。我这个店3年前差点没了，叔叔抢的；半个月前差点又没了，官司打回来的。你觉得还有什么能吓到我？你以为搞垮一个亲叔叔就能在这个圈子横着走？你叔叔是草包，我不是。门在背后，慢走不送。你迟早会明白，没有资本支持，单靠手艺走不远。我有自己的原则，审计不会卖给任何人。我倒要看看，一瓮泥能护你多久。师傅，他真能让咱关门？抢不走的。可他说能断咱们的货，断咱们的路。他断他的路，我走我的。审计要是被一个合同吓死了，那也活该关门。老板，
周强电话打不通，关机了。其他人呢？李成、方旭、赵东3个骨干调香师全没来上班，微信不回，电话全关机。群里还有谁发消息了？仓管老于说，昨晚11点多看见周强开车从后门走的，后座放了个箱子，用布盖着。知道了，叫阿木进来。老板，要不要报警？先叫阿木。那瓮母香被周强带走了。师傅，报警！那可是命根子，马上报警！报什么？1瓮发酵香泥值不了几个钱，不够立案的。那不是普通香泥，那是沈记的母香，没了它，咱们拿什么做香？阿木，他偷走的是引子瓮，不是主瓮。沈记的命根子在这儿，没动过。引子瓮是从主瓮里分出去的，离了这间窖的温度、湿度、环境3天，它当就会变质。可是，周强跟了您2年，他懂养香的法子，他懂皮毛。母香的核心不是配方，是这间窖养了多少年，是主旺大厦3代人压的香骨。你把一勺老面拿出去，没有那口缸，也发不出那个味儿。那接下来怎么办？把剩下的人稳住，排班照旧，该出香出香，然后准备打硬仗。什么硬仗？他既然敢偷，背后一定有人接。你猜猜是谁？顾景川。小燕，周强那小子是不是被人挖走了？他说家里有事，先走了。师傅，他就在对面开店，拿着咱们的母香，咱们真什么都不做。做好自己的香，剩下的等他自己死。对面开张了，周强那个东西穿得人模狗样站门口，跟他当了多大老板似的。让他站，你就不生气？生气不解决问题。阿木，我不是来找你师傅的，我找你，我跟你没话说。别急，我来给你送个前程。鼎盛香王副调香师，月薪2万8，你现在拿多少？7000、8000，翻3倍都不止。顾总亲口批的，你跟着沈烨能有什么出路？一间破店，一只破瓮，连个像样的恒温柜都买不起。来鼎盛，我带你。我家穷，但我爹教过我一句话：穷不能偷。你说谁偷了？香窖里少了1瓮母香，你半夜从后门走的，后座盖着布。你要我当着街坊面说的再详细些吗？你别不识抬举，沈烨撑不了多久了，香疗供应链马上断，到时候他连线香都做不出来。你跟着他，等着喝西北风吧。师傅教我识香研香，从第1天起就没藏过一手。你呢？你学了2年，转头把人家的命根子偷走，投了外人。你偷走的不是香，是你自己的脸。行，你等着。顾总，这小子拉不动，死心眼儿，很有骨气，但骨气不能当饭吃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把母香主瓮交出来，审计并入鼎盛，你当技术总监，年薪500万，否则3天之后，审计连门都开不了。说完了？说完了？那听好，真正的好香材，从来不是靠垄断得来的。师傅，他真把所有路都堵死了，咱们怎么办？您还有办法？老黎，我沈烨，海南那批沉香可以动了。沈总，我等您这句话等了整整3年。基地2000棵沉香树，第1批熟香上个月刚收完，云南草本那边也备好了。您说个时间，连夜发车。明天到。师傅，您什么时候？3年前，顾景川第一次找我谈收购那天，我就知道，靠别人的供应链活着，迟早被人掐脖子。第2天我就飞了海南，投了一个国家级沉香示范基地。您谁都没告诉我。底牌这种东西，不到死局不翻。告诉所有人，明天正常营业。老板，张记香菜行刚打电话来说，之前订的那批檀香不发了，定金原数退回。老板，云南那边艾草供应商也断了，说是签了独家，不能再供我们。师傅，我刚挨个打了一圈，6家供应商全断了。老板，这点料最多撑3天。技术偷了，人挖了，现在连香来都断了。
他顾景川想把咱们活活掐死！跟我出来。你就是个开黑店的，靠偷靠抢算什么本事？商业竞争靠的是实力，不是一时义气。我已经和所有主流供应商签了独家协议，你拿不到好的香料。你师傅再倔，拿空气给人熏香吗？阿木哥，仓库最后那点恒香碎料，今天用完就真没了。吃点东西。你师傅呢？师傅说今天正常营业，让我在门口等着。等什么？他没说。沈总，货到了！辛苦了，老黎。沈总，货全在这儿了。师傅这品质比市场上的货高出不止10倍。搬进去，按品别分价入库。顾总那车上写的是国家级基地，他什么时候有的基地？他哪来的基地？低价开卖，9块9不5块9，所有产品砸价，我要用价格战碾死他！顾总，咱们的成本压不到这个价。我说砸价你照做，亏多少我兜。我就不信一个摆地摊出身的扛得住我烧钱。9块9，审计那边最便宜的都要80。对面卖的是情怀，我们卖的是实惠，一模一样的安神香牌，1/10的价格，不买是傻子。真能安神。老哥，我们鼎盛可是大老板投的，比对面那个小作坊正规多了。来，先闻闻。味儿挺冲，给我来20块。师傅，对面9块9，把咱们大半客人都吸走了，门口那些老头老太太全过去了。9块9的安神香牌，他用什么香材？肯定不是好料。那就对了，不是好料做出来的东西，撑不了几天。可咱们今天流水掉了60%。不着急。今天卖了多少？3000多单。明天翻倍，备货跟上。顾总您自己看，这批香材全发霉了，白毛都长出来了。这东西做成香牌，烧出来的烟对人呼吸道有刺激，真会出事儿。9块9的东西，你想用什么料？海南顶级沉香，至少不能用发霉的。周强，我100万高薪请你来，是让你把成本压到最低，把产量拉到最高，不是听你讲良心。可母香引子也不行了，从审计偷出来那瓮，这几天味儿全变了，发酸，出不来审计那个味道。那就加香精。加香精？你现在有2条路：第一，照我说的做，200万年薪照拿，鼎盛做大了，你就是首席调香师。第二，你现在走，但我提醒你，你从审计偷母香引子的事，我手里有全程录像。你觉得沈燕会放过你？人这辈子上了船就别想着跳，干活吧。这味儿确实像审计的，还便宜这么多，给我再来10块。师傅，他们第一天真卖爆了，对面那队伍比咱们最火的时候还长。让子弹飞一会儿，最多3天。为什么是3天？跟我来。温的，像活的一样。就是活的。那他们偷走的那瓮，活不过3天。所以您一开始就知道，偷了也没用。偷走一担泥和偷走审计是2回事。洋母香不是靠配方，是靠命赔着，他们赔不起。回去干活，明天开始，对面就该出事了。坏了，酸了。周师傅，昨天还好好的，怎么一夜就成这样了？温度不对，全毁了。这东西是活的，我养不住。那明天的货怎么办？今天卖了5000单，顾总说明天还要翻。加香精，全部加进去，把酸味盖住。上回加的量已经很大了。我说加多少就加多少。顾总，今天的直播能不能往后推2天？推，300万粉丝的博主，档期是我花100万买的，你让我推。香妮状态不对，
昨晚加了3倍香精才盯住酸味儿，今早我又闻了一遍，味儿还是往外冒。这东西上了直播，万一什么？万一主播闻出来，300万人看着，咱们比沈浩死的还难看。就别干，把违约金给我。今天这场直播300万人看着，我就是要让全国人知道，鼎盛襄王才是这条街的主人。沈记，从今天开始死！兰姐，久仰。鼎盛全线产品随便验，我们不怕真话。顾总，丑话说前头，我收钱摊店，但嘴是我自己的，好闻我夸，难闻我骂。你要是怕，现在退钱我走人。您尽管真实，鼎盛不怕验。行，那开始吧。家人们，今天兰姐在鼎盛襄王现场品香，老规矩，真话实说，闻到什么说什么。周师傅，味儿还是有点冲。这是我们鼎盛首席调香师周强亲手制的招牌安神香牌。师傅，300万人看着呢，万一他替鼎盛说好话，他不会。您怎么知道？除非他喜欢汽车尾气的味道。姐，你没事吧？停！所有人听好，这款香品存在严重质量问题，会伤害人体健康。兰姐，您是不是闻错了？这是我们首席调香师亲手。闻错了，我做了12年香品，闻过上千种香。你这块东西里面有什么？我给你当着300万人的面拆开说。发霉的树脂、劣质合成香精，还有工业溶剂的底味，你们拿粉丝当小白王？我喉咙疼，刚才试闻了2块，嗓子火辣辣的。给家里人点的，要是出事你们赔命。姐，320万了还在涨。正常古法香牌端面是干净的草本纹理，这个呢？灰绿色发黏有气泡，这是发霉变质的香泥掺了香精硬压出来的。这种东西点燃释放的烟气，过敏体质闻了会哮喘，小孩老人闻了直接进医院。完了，直播先停一下，这是误会。谁敢关？300多万人看着呢，你关了就是毁灭证据。我已经报警了，执法的人在路上。你来干什么？这里面有3样东西。第一，顾景川收买我前调香师周强的转账记录和现场监控。第二，鼎盛采购煤电香材的进货单和仓库实拍。第三，违规添加3无合成香精的批次记录，每一桶都没有生产许可。现在开始检查后仓，所有人不许离开现场。你少血口喷人！我鼎盛的产品全部合规，你拿一个 U 盘就想栽赃？合不合规？后仓那2排铁架子上摆着呢。你敢不敢让他们现在就打开？这一排全是3无桶装香精，没有任何标签。旁边那批香材发霉了，整箱都是。周强，采购是你经手的，香精也是你加的，跟我没关系。跟你没关系，是你让我加的。你说的香精该加，香粉该盖，撑过1个小时就行。变质香材也是你让亚家买的，录音我也有。现场查获无标志合成香精12桶，霉变香材6箱，与举报材料一致，依法查封，相关责任人配合调查。不可能，我砸了上千万，怎么会输给一瓮泥？老板，我错了，是他逼我的，我也是没办法。你让我回审计，我给你当学徒都行。背叛手艺的人，别再叫我老板。顾景川，你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安全标准的产品，需要跟我们回去配合进一步调查。沈燕，你从一开始就在等这一天。不是我在等，是你自己走进来的。据查，鼎盛香王涉嫌使用霉变香材及违规合成香精生产香晕产品，导致多名消费者出现过敏、哮喘等症状。目前，主要负责人顾景川已被依法控制。顾景川完了，他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相应的代价。
公告已经发了，全国各分会同步。你以后跟制香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求求你帮我说说情，我干了10几年制香，除了这行我什么都不会。你用霉变香材害人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你干了10几年？鼎盛的事结束了，但审计的问题没解决。周强能带走人，偷走母香引子，差点掐断整条供应链。一个人叛变，审计就差点死掉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我们底子太薄。不是薄，是所有东西全压在一人身上，人一走，全完。这种事儿不能有第二次。第一，建恒温香窖实验室，母香主瓮单独封存，只有我能进，其他调香师用标准引子，谁也拿不走核心。第二，香材职工体系，海南沉香基地、云南草本基地直接对接审计，中间不过第三方，任何人休想再断我们的料。第三，调香师培训制度，从今往后审计自己培养人，不从外面挖，也不怕被挖。师傅，那以后还招调香师吗？招，但审计不能再靠任何一个人活着，靠手艺，靠体系，靠这瓮母香。人可以走，根不能断。我马上对接厂房那边。不用对接，我已经签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上个月。上个月鼎盛还没倒。提前布局吗？师傅，这地方够大。不是大不大的问题，是从今天起，审计不再是一间街边铺子。从今天起，审计的根扎在这儿。师傅，这门就只认你一个人？对，母香主瓮只有我能碰，以后所有调香师用的是我分出来的标准引子，引子可以复制，主瓮不能离开这个房间。沈总，3条直供线也全部接通了，海南沉香基地、云南草本基地、广西艾草基地全部点对点，中间不经任何第三方。好，从今天起，谁想再断审计的料断不了，谁想再偷审计的根偷不走。跟我来。从今天起，你是审计副调香师。师傅，我怕我不够格。周强够格吗？他干了10几年，最后连人都做不好。够不够格不看年头，看你站在这儿的时候，心里装的是什么。沈总说了，闲杂人等不许进。我是他叔，亲叔。小妍，叔真的活不下去了，500万的债，叔知道错了，当初不该抢铺子，不该逼你走，你大人大量。叔叔，爷爷瘫在床上3年，你一个电话没打过。爷爷下葬那天，你踹开审计的门抢铺子抢香谱，让你儿子叫我滚。那时候你说沈家的事儿轮不到外人插嘴，现在沈家的事儿我来结，500万1分不会少。你要逼死我？你抢我铺子的时候问过我死不死吗？小燕，毕竟是你长辈。把他推走。沈总，刚送到的全国非遗香道大赛组委会总决赛优邀函。师傅，总决赛该上台了。师傅，他们光香炉就带了6只，我们就1只破瓮，够了。他们都在笑我们，让他们笑。上了台，香会替我们说话。第10届全国非遗香道大赛总决赛现在开始。本次比赛规则：现场制香，现场盲评，所有成品将由国家级实验室进行成分快检，确保无任何违规添加。评委评分与检测结果共同决定最终名次。他就带1只破陶瓮，审计瞎仿，没听过，哪个街道的？香道大赛讲究的是专业和传承。师傅，他们都看不起我们。怕什么？待会儿他们就说不出话了。计时开始。这香不可能。老先生，您的意思是？魔有骨，草有魂，树脂有岁月，这不是配出来的，是养出来的。什么香能让他这个反应？审计什么来头？这种层次的香气，现场不可能做出来，一定有违规添加。你们别乱说，我师傅连1滴香精都没碰过。坐下。师傅，加没加不是你说了算，
也不是我说了算。请实验室出报告。按规则，现在请国家级实验室对双方成品进行成分快检，结果出来之前，比赛暂停。您这是？我自己念。未检出任何人工合成香精和防腐剂，未检出任何违规添加物。同时，在审计母香样品中检测到极罕见的天然纯化菌群。通俗的讲，这是一瓮活着的古法母香。它不是调出来的，是在恒温环境里经过数十年甚至上百年自然纯化养出来的。沈总，所有人都想知道审计的成功秘诀是那本祖传乡土吗？世上没有一劳永逸的秘方。那审计靠什么走到今天？我爷爷瘫在床上3年，每天晚上让我去香窖翻一次瓮，刮风下雨去，发烧40度也去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香是活的，你一天不管它，它就死。真正的香是手艺人在暗夜里守出来的，审计靠的不是捷径，是底线。我评了30年香道大赛，今天是唯一一次香让我站起来的，这一票我给审计。沈总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明年下半年，东南亚3个直营店下个月同时开业，排到明年不算什么。香料基地的第2期扩建盯紧。放心，老黎那边已经动工了。星辰香业今日正式敲杯上市，市值突破100亿，创始人沈燕成为国风香韵行业最年轻掌舵人。沈浩，签完字就可以离开了。你还有未结清的法律纠纷，相关出行和消费会受到一定限制，有问题找你的执行法官。哎，这不是，真是他呀，沈浩，害了一堆人进医院那个。不是，我就路过，还敢来这条街？亏得沈老板把店拿回来了，不然整条街都让你祸害完。这几块湿的不收，下雪没地方放，淋了一晚上。湿的不值钱，能收的就这些，32块。上礼拜同样一车给了50。别废话，嫌少你拉走。你这手再不上药，烂到骨头没人给你治。走开，走开，别挡着门口。如果当初我没笑他抱着那只破陶瓮，沈燕，哥，如果当初我们能一起好好做生意，如果我肯叫你一声哥，你会不会带上我？